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口大口地吃牙膏。最近我家出现了怪事，放在洗手台上的牙膏不出3天就被用光了。问了合租的闺蜜，她也总是吞吞吐吐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我因为肚子不舒服起床去卫生间，发现卫生间的灯是开着的，想着也许小雨也在上厕所。原本我是想敲敲门，却发现门是虚掩着的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：小雨居然披头散发地站在洗漱台前，手里拿着一管已经挤扁了的牙膏，而她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牙膏，一脸享受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心想自己和小雨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她有这样的癖好，一时之间心绪有些混乱，于是决定先回了房间。住在一起半个月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怪异的行为。我心里除了害怕还有担忧，直到听到了小雨回房的声音，我这才起身去了厕所。洗手台上一片狼藉，刚买回来的一大袋牙膏已经有不少都变成空的了。我战战兢兢地收拾好残局，失眠了一整夜。昨晚你睡得好吗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试探着问小雨：挺好呀，不过我看你像是没睡好呢。小雨冲我微笑着说。看着他现在的模样，我实在无法和昨晚见到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昨晚的事你不记得了？我依然无法打消心中的疑虑。昨晚什么事？看他的模样也不像是故意在骗我，我也就不再坚持。不过为了查明真相，我提出让小雨和我睡一个房间，他欣然同意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正在洗澡，听到小雨说他先睡了。可当我回到房间时，发现他并不在床上，心里正纳闷呢。突然听到梳妆台的方向传来了小雨哀怨的声音：你说我好看吗？听到这声音，我心里一惊，朝梳妆台望去，只见平时活泼可爱的小雨，如今却是披头散发，一脸幽怨，而且她还涂了口红，只是口红的颜色太深了，看上去就好像是咬破了嘴唇一般。小雨，你干什么啊？我好看吗？她又问了我一遍，我只觉得瘆得慌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小雨便自顾自地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出房间，去了卫生间。她好像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，然后她又翻出了牙膏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，那贪婪而满足的样子，就好像是在吃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害怕极了，赶忙进到房间，反锁了门，第一时间想到给自己的男友小豪打了电话。你快来，我害怕，我闺蜜她不对劲。我颤抖着压低声音：好，你别怕，我马上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死死盯着房门，不敢发出任何动静，生怕下一刻小雨会突然敲我的房门。好在没一会儿，就传来小雨房间关门的声音。直到小豪到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没有从房间内出来过。我快速地跟男友说了情况，他也是一脸震惊，但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敲了小雨的房门。可奇怪的是，门敲了很久，里面都没有任何动静。于是小豪慢慢扭动了门把手，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缝隙。只见小雨睡得很死，嘴角甚至还挂着牙膏的泡沫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是诡异。关上门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梦游呀？我俩从小就认识，没听过他有这个毛病呀。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，但好在男友在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安全感。早上醒来后，我看到小雨从卫生间出来，看我的时候表情有些不自然。那个小莫，昨晚我在你房间睡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没事的。我连忙摆手笑着回避他的目光。经过这2天的惊吓，小豪打算带我去散散心，于是我问了小雨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逛个街。而他刚准备回复我的时候，手上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眼中突然闪过了一抹惊恐的神情。怎么了，小雨？我不太舒服，还是不去了。突然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机铃声，想到前2天小豪刚出差回来时，我们曾经一起吃饭，那时候就听到过这个声音。小雨一反常态，浑身发抖的样子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他便直接转身回了房间。果然对于我来说，逛商场确实是一种解压的方式。很快我就把小雨的事抛在了脑后。小豪也很贴心，拎着各种大包小包，苦哈哈的陪笑。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，在等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他总会拿着手机回复着信息，甚至有时候还看到了他嘴角的笑意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也是含糊其辞。小莫，你别多心嘛，都是工作消息呢。我见他态度诚恳，便没有深究。吃了晚饭过后，我们就打算回去。就在我找好了空位，安静等待列车进站时，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我听出那是小雨手机上那种奇怪的铃声。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我看到了他的脸。小雨正站在人群中，一件一件地脱掉自己的衣服，直到脱的只剩下内衣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庭广众下脱衣服。小雨到底怎么了？隔着人群，我依稀看到了她眼底的绝望。我冲了进去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将外套披在小雨身上。她一直在哭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不要看，赶紧散了！小豪愤怒地朝着围观的人吼道。我怀里的小雨突然抖了一下，把头紧紧埋在我的肩膀上。我不停地拍着她的背安抚她。回到家里，小雨的身体依旧不停颤抖，双眼微微闭着，眼角挂着泪。小雨，喝点东西吧，
小豪轻声的提醒，手里还端着2杯热牛奶。只见小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突然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猛地推开我，尖叫着打翻他的手上的牛奶。我赶紧拉住小雨，小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小豪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。对，有事情说出来，我或许也能帮上忙啊。小雨依旧目光呆滞。我很好，你不要问了。小雨，我是你最好的闺蜜，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？我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他最近太过反常。小雨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淌，他抬手抹去脸上的泪痕。我真的没事。说完这句话，小雨踉跄地站起来，走进了卧室。关门的刹那，他的手机里再次传来了那诡异的铃声。小雨条件反射地僵了一下，小豪无奈地看着我，你这闺蜜啊，怕是这里有问题。小豪指了指脑袋，我怕她会伤害你，要不我今天也留下来陪你。算了，我觉得应该要和小雨好好聊聊。小豪温柔地冲我笑笑，抬手拍了拍我的头。好的，那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笑着点头。小豪离开后，我的思绪一直很乱。小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？因为心里有事，我迟迟没能入眠。突然，小雨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金属落地的响动，一个不好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直奔小雨的卧室。眼前的景象不禁让我脊背发凉。幽暗的灯光下，小雨歪着头倒在床边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嘴角还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，手腕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，血顺着伤口淌下来，一滴滴溅在地板上。我吓得差点惊叫出声，颤抖着双手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很快，小雨就被推进了急诊。庆幸的是，因为送医及时，小雨并没有生命危险。看着病床上的闺蜜，我不由得心疼起来。究竟是什么导致曾经天真乐观的小雨变成了这样？可是我该怎么帮她呢？小雨出院后，我一直陪着她，和她睡在一个房间。一天清晨，那熟悉又诡异的铃声再次响起。小雨还在睡梦中，并没有听到铃声。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底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小雨的手机。今天我们玩个好玩的，你把头发全剃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震惊不已。除了这条刚刚发来的信息，上面还记录了之前小雨所做的每一件怪事：地铁站里的屈辱，以及半夜照镜子、大口吃牙膏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原来都是受人威胁。我很快注意到发消息人的头像，让我莫名有种熟悉感。原本我并不想相信，直到打开了他的朋友圈，竟然真的是小豪。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，用力地推醒小雨。当他看到我手上的手机时，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小莫，我其实没想瞒着你。他说如果我敢告诉你，他就也对你下手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这段时间小雨到底在承受什么。我也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了所有的真相。原来男友之前有一次来找我时，我并不在家。这个混蛋看到了刚洗完澡的小雨，不仅侵犯了她，还拍了她的照片，以此来威胁她。我瞬间怒火中烧，真没想到平日里憨厚老实的男友，背地里竟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。就在此时，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，小雨吓得一个机灵，直接躲在了我的身后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刚打开卧室门，就看到小豪径直走了进来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我一脸戒备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有你家的钥匙不是很正常吗？小豪一脸无辜地说。也对啊。我的脑子快速转动，怎么才能带着小雨快速摆脱这个恶心的男人？正在我思索时，我给你们买了早饭。小豪说着想拉我的手，我本能地用力甩开，大概是我下意识的动作出卖了自己。沉默片刻，小豪再次压低声音问：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觉得我们该有什么事？还是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怒视着反问他。小豪淡淡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你还是都知道了。小莫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随后小豪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，对一旁的小雨吼道：你怎么不死呢？都是你来勾引我的！说着，小豪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冲着小雨走了过去。小雨吓得捂住耳朵，瘫软地蹲在地上。眼见小雨要受伤，我本能地抄起旁边的椅子，冲他后脑直接砸了几下。你个混蛋，渣男，垃圾！小豪很快便没了反应，我借机拉着小雨疯了一般冲出门去。我们一路狂奔，直奔派出所。待警察回来的时候，小豪依旧还在地上趴着。在看着警察把小豪送上救护车时，我仿佛看到了小雨一瞬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。青春的叛逆让我失去了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刚成年的我总觉得爸妈一点都不能理解我，不管我做什么事，在他们眼里都是错的。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争吵。这天本来和朋友刚约好晚上出去吃夜宵，可妈妈却怎么也不同意我出去。我都成年了，我做什么事我会自己负责的，我都和朋友说好了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还管我这么严？
我气冲冲地回到卧室，砰的一下关上了房门，看着和朋友约好的消息，心急如焚，索性便直接从2楼的阳台爬了出去。离开时还能清楚地听到妈妈敲房门的声音，但我还是叛逆地走了。吃夜宵的时候，我还跟小兰吐槽爸妈对我约束得太严格，羡慕起小兰爸妈对她的不闻不问。你别跟你爸妈闹脾气了，他们应该只是担心你的安全。她叹了口气，你不像我家里，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忙工作，我还想让他们陪都陪不了呢。小兰笑眯眯地拍了拍我，知足吧。和小兰吐槽完，其实我的心情已经好了许多，再加上她一通安抚，我最后还是回了家。到家楼下时已经凌晨2点了，我看着家里黑漆漆的，没有任何动静，有些奇怪，难道他们都没发现我不见了吗？委屈的眼泪溢出眼眶，咬了咬牙，还是开了家里的门。不知为何，原本熟悉的家里此时让我觉得有些阴森森的。我摸了摸手臂，关上房门。正当我疑惑爸妈是不是已经睡着了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她似乎有些紧张。叶子，快走！我看到妈妈躲在厨房里朝我招了招手，她的脸色特别苍白，像是在害怕着什么。她用眼神示意我赶快出去。我皱了皱眉，不明所以的我还是选择进了厨房。家里竟杀人犯了，你快点走！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楼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嘎吱嘎吱的声响敲击着我的心脏。随后门猛地被关上，门外的爸爸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快走！”慌乱之下，我打开了窗户，迅速爬上了厨房的台子，翻了出去。就在我回头想拉妈妈的时候，却发现妈妈不见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紧来到了邻居家里找他们帮忙，随后打电话报警。很快警察就赶了过来。一阵破门声之后，我看见警察抓着一个男人出来，确定已经没有了危险。我兴奋地跑进了屋里，而屋里却没有爸妈的身影。客厅里躺着2具盖着白布的尸体，我的脑中一下子炸开了，泪水瞬间布满了我的眼眶。警察沉默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看到路边的灯光下站着2个熟悉的身影，只见他们浑身是血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爸妈。见我朝他们看去，他们举起手臂朝我挥了挥手后，就慢慢地消失了。邻居阿姨站在我的身边，抹着眼泪：“这天杀的！最近咱们小区附近有在逃杀人犯的，不是说提前关好门窗吗？你爸妈怎么这么大意？”我震惊地看向了邻居阿姨。后来通过警方我才知道，坏人是从我卧室的阳台上进来的。他刚进到我的房间，就撞见了正好开门的妈妈，妈妈就这样被他杀害了。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又看到了循声上楼的爸爸，趁他没反应过来，对他也下了手。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我当时是如何从厨房窗户逃离的。爸妈用行动诠释了他们对女儿的爱，现在我才真的明白他们的心意，可惜已经晚了。我想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原谅我自己。如果半夜你听到室友的呼救，你会继续装睡还是醒来帮他？我的宿舍是8人寝，那天只有我和叶子2个人在寝室。由于天气太热又没空调，在睡觉前我就把窗户打开了。可没想到晚上发生的事情至今让我心有余悸。睡得半梦半醒之间，我突然有种莫名不安的感觉，就像有人在一直盯着我看。我瞬间就惊醒了，透过蚊帐观察了一下，直到我视线扫过床尾方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边有一块暗影。开始我以为是谁挂在那边的衣服，但我又仔细回想了下，床头那片根本就没放东西。这个想法让我顿时渗出了冷汗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离我很近的呼吸声，声音粗重有力。就在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的时候，我清晰地听见了叶子在自己床铺上翻身的声音，而我正盯着的那个黑影居然动了。只见他缓缓移动到我的床边，此时我终于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，他应该是站在我床头一直盯着我看。我吓得一动不敢动，虽然是夏天，但我从头到脚都凉透了，我整个人也都吓傻了。2个弱女子的宿舍进来了一个男的，我身边就一个关机了的手机，能用来干嘛？从我醒来到发现对方，我足足盯着他看了将近1分钟。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发现我醒了，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确认睡觉前反锁了房门，难道是窗户？可这里是2楼啊！想到这，我顿时肠子都悔青了。僵持间，我看着他缓慢地走到我床边的桌子上，拿起我放在那边的一些钱，轻点了起来。我微微松了口气，他应该是没发现我醒了。我一边盯着他，一边思考着对策。首先，我手机关机，求救的话要先开手机，但开机后会有声音，绝对会被发现。不行。接着，我又想着要不要开门向其他宿舍求救，但我从床铺到大门有好几米远，门还是反锁的，中间耗时太长，万一男人随身带了什么武器，还是不行。也完全没有想过一个人单挑制服对方，我也肯定打不过。叶子还在睡觉，也帮不上忙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但我在害怕的时候会不自控地微微发抖，咽口水。我一边努力控制住生理反应，一边观察对方的动作。他一直在翻动着什么东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就在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僵了的时候，他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内，脚步声依旧在宿舍内徘徊，伴随着轻微翻找东西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，告诉我对方一直在。因为怕被他发现我醒着，也不敢转头去看那人现在在哪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声音突然全部消失了，整个宿舍一片寂静，只有叶子翻身的声音偶尔传来。他是不是走了？我鼓起勇气，轻轻转头观察着宿舍。突然，我在叶子的床边又看到了他，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刚刚想放下的心又提起来。叶子的惨叫声传来，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趁着室友的声音，我立马爬起身，将手机开机，用着发抖的声音冲他喊：叶子，你怎么了？有人摸我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此时我的手机已经开机了，打开灯光照向叶子的方向，就发现那个男的依旧直直地站在他床边，有可能被他的叫声吓到了。当时我也特别害怕，也完全想不到趁这个时间拿东西自卫什么的，脑袋都是空的，只想让他赶紧走，于是直接就对着那个男的大喊：你是谁？快走！那男的可能也被我喊得清醒了一点，没再直愣愣地杵着。几秒钟后，我听见对方落地的声音，接着是离开的脚步声。确认他真走了以后，我赶紧开灯，跑去窗边锁好窗户。锁上窗户的那一刻，我才真的算放下了心，腿软地坐在地上。随后通知宿管和保安，报了警。后续由于快放暑假了，我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抓到那个人。如果当时叶子喊我的时候，我沉默装睡，真的难以想象男人会做出什么事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们寝室再也不敢开窗睡觉了。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，直到某天凌晨，无意间垂眸一瞥，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深夜12点，我卸完妆，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，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，带来些许寒意。我抱紧手臂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回家后，我明明关紧了门窗，现在又怎么会打开？难道是进贼了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忽然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我浑身一抖，冷汗瞬间冒出，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。这些诡异的动静又开始了。半个月前，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，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，谁成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，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，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，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。我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绷得很紧，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。此刻头顶灯光闪烁，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，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。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，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吊灯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，我匆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身后景象，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。卧室门被用力关上，我捂住胸口，灯都没来得及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，我忍住恐惧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，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幸好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这个念头闪电般将庆幸的我劈将在原地。充电时，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，可此刻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，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。我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，谁解锁了我的手机？这一刻，家里肯定进人了，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。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。就在此时，寂静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，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。我的动作猛地滞在原地，黑暗中我对上了两只漆黑阴沉的眼珠，那双眼睛布满血丝，此刻正瞪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，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。安静的卧室里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，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，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。小贝，小贝，我爱你，小贝，和我在一起吧！我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，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。他瞬间跪倒在地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喊。男人朝我怒吼：陆小贝，你这个贱人！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，疯了般打开卧室门，拼命往外逃。之前我就听过私生饭的传闻，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。幽暗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，头顶的吊灯不断忽闪。寂静的公寓里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。这座公寓地处偏僻城郊，平时鲜少有人来，求救根本没有用。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身后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屏住呼吸，奋力向前一跃，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。我握住了，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。只是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，下一秒，我的头皮一阵剧痛，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，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。救命！救我！我泪流满面，不肯放弃的大声呼救。男人格外恼怒，一脸狰狞恐怖。贱人，
还敢叫？他喘着粗气，扬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，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，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，小贝真乖呀。我剧烈颤抖着，男人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和我在一起吧，小贝。他声音阴冷而黏腻。你放心，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。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，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。随着衣物裂开的声响，男人的脸剧烈耸动，目光兴奋且痴迷，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崩溃的痛哭出声：“谁来救救我！”忽然，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肥硕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，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哼唧了2声，没了下文。我蹲在墙边，止不住的哭泣。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，是我的经纪人老韩。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。后经调查得知，这个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饭，阴差阳错的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，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。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，迟迟无法走出来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的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的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，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我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。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，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。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”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“谁啊？”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。
我看到有4个人。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屎。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N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你遇到陌生人敲门，或者听到外面的哭闹声，请千万不要开门，因为恶魔很善于伪装。亲爱的独居女孩，以下的规则请你务必严格遵守。1. 请优先选择治安好的小区居住，最好是有安保监控。入住后请立即更换门锁，并且妥善保管好钥匙，因为恶魔会趁你疏忽的时候潜入你的家。2. 如果你家里用的是密码锁，请记得定期擦干净指纹，定期改密码，因为恶魔会在走廊的某个角落窥视着你家的密码。3. 当你发现家门口突然出现了小广告、宣传单，或者墙壁上出现了莫名的记号时，请第一时间清除掉它们，它们很可能是恶魔留下的狩猎暗号。4. 如果你感到害怕，可以在门外的鞋柜上放上几双男士的鞋子，鞋子要记得定期更换。5. 收快递或者外卖时，请要求物品放在门口，在确定他们走远后，迅速打开房门将东西拿进来。6. 请不要把生活垃圾随意扔在门口，要及时将它丢到楼下的垃圾桶，因为恶魔可以根据垃圾的状况判断你的生活状态。7. 在社交网络发布照片时，请不要暴露家庭住址和标志性建筑，尤其注意镜子等物品的反射，因为恶魔像是惹人厌的老鼠，无孔不入。8. 如果遇到水管爆裂或者断电的情况，请直接联系物业，不要打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更不能让他们登堂入室，因为恶魔会伪装成各种职业。9. 当你发现被跟踪时，请不要直接回家，立刻进入人多的商场、超市求助，因为恶魔都惧怕人多的地方，他们见不得光。10. 如果遇到有人找你帮忙，可以打电话替他们报警，千万不要陪他们去陌生的环境，因为恶魔很喜欢消费你的同情心。11. 防狼喷雾、电击棒请随时携带在身边，在真的遇到恶魔时，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跑时间。亲爱的姑娘，请把这些规则也分享给你的闺蜜朋友看，愿你所遇之人皆为良善。没想到我在火锅店丢失的手机居然出现在了家里。周末晚上，我和2个闺蜜去火锅店一起庆祝我通过公考。在酒足饭饱后，我准备结账，却发现手机不在包里。刚才还拿出手机拍照来着，我以为落在了桌上，赶紧转身寻找，手机却不在桌子上。小鹿也摇头说没看见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小鹿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号码，将电话递给我。随着几声嘟嘟的提示音后，对方接起了电话。你好，我是电话的主人，谢谢你捡到了我的电话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尽量心平气和地沟通，不敢惹怒对方。然而电话另一端则是一阵诡异的沉默。我有些生气，忍不住质问对方说：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的话音刚落，手机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手机差点甩出去。可恶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我的手机可是有定位装置，小心我报警抓你！心吓得砰砰直跳，我的语气也变得粗暴。对方再次发出诡异的笑声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等我再打过去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对方嚣张的态度让我很恼火，我气冲冲地去查店里监控，决定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。可惜我们坐的位置恰巧是监控死角，什么都拍不到。韩雪从厕所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安慰我道：别闹心了，我给你买了个新的，
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。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致，我又露出了笑容，和他们跑去 K 歌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，打开灯的那一刻，我被吓得愣住了，困意全无。我的手机竟然出现在了客厅的桌子上，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用力揉了揉眼睛，再看过去，手机依旧躺在桌子上。我的心越来越慌，人也不自觉地颤抖。竟然有人潜入了我的家，他还在我家吗？我惊慌失措地抓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之前那个诡异的笑声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，眼泪不停地往下落。他真的在卧室里。我用力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笑声终于停了下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手里握着防狼喷雾，决定去卧室一探究竟。打开灯，我用防狼喷雾尖叫着冲空气一顿乱喷，房间里静悄悄的。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床下没人，衣柜里也没有。我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一遍，都没找到。我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拿出手机想报警，但警察应该也不会立案，总不能说我遇到灵异事件了吧。夜里，我刚勉强入睡，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在我的耳畔响起。我心里怕得要死，却不停地做心理暗示，这是幻听，这是幻听。我把头钻进被子里，用力地捂住耳朵，浑身抖成了筛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笑声消失了，总算熬到了天亮。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被吓得两腿发软。小姐，有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一个低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。放在门口吧。听说是送快递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快递员应了一声，脚步声越来越远。等等，我最近根本没在网上买东西，哪里来的快递？我再次屏住呼吸，僵硬地看着门口，身体不自觉颤抖一下。我在猫眼观望了很久，直到确定外面没有人，才灰溜溜地将快递拿了进去。打开快递，里面竟然装着一套颜色鲜艳的衣服。我拿出来一看，上衣的胸前绣着一个大大的寿字，这是给死人穿的衣服。衣服的旁边还标注了我的名字和尺码。我吓得直接将衣服扔在了地上，谁这么缺德，竟然如此诅咒我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蹭来蹭去，仿佛只有这样驱走这套衣服带来的晦气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里再次响起了诡异的笑声。没想到我丢失的手机却突然出现在家里。就在刚才，我还收到了一个装着我一样尺码的寿衣。这些到底是谁干的？这诡异的笑声又在卧室里传来，而我却没有走进卧室的勇气，崩溃地夺门而逃，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。我刚冲出单元门，就接到了小鹿的电话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我买了早餐去找你啊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小鹿和韩雪赶来时，我坐在台阶上发呆。天气很暖，可我依旧冷得发抖。看到客厅里的寿衣，二人的脸色也很难看。小鹿戴着手套口罩，将它扔进垃圾桶。我可能被坏人盯上了。我牙齿打着颤说：不会吧，你又没和别人结过怨。韩雪握着我冰冷的手。那他是怎么回事？总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吧？我指了指垃圾桶，两个人没有说话，怪异地看着我。不可能是我自己！我尖叫着，掏出手机打开某宝，看到购买记录后，眼前一黑，坐在沙发上。你怎么了？你们看看这个。我脸色铁青，声音怪异地把手机递过去。那寿衣真的是用我账号下的单，下单时间是前天晚上10点。我十分确定当时我在家里睡觉，那晚我哪都没有去。一定有人潜入我的家里，动了我的手机。还有那瘆人的笑声也是他搞的鬼。昨天我的手机也是被他偷走的。我愤怒地攥紧拳头。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会这样的？小鹿担忧地问我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精神出了问题？二人的沉默已经给了我答案。你们相信我，我的精神状态很好，我真的听到了笑声，也不可能发神经买这种东西，一定是有人想要整我，我要报警。你这种情况警察不会处理的。韩雪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把我浇得透心凉。放松心情，你就是太累了，我们在这里陪你。小鹿伸出手指为我按太阳穴，手指上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。入夜我有些恐慌，生怕又有怪事发生，但好在小鹿和韩雪在身边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我睡得正香甜时，那笑声又出现了，在寂静的夜里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身边的两个人都还睡着。我用力推了推小鹿，小鹿茫然地睁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问我干什么。听到了吗？那个笑声又出现了。我因为紧张声音变得嘶哑。什么声音啊？你睡傻了吧？小鹿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支棱着耳朵听。你没听到？根本就没声音啊。小鹿言之凿凿，可这笑声明明就在。我不服气，又把韩雪叫醒。韩雪的反应和小鹿如出一辙，她摸了摸我的额头。哪有什么声音啊？你睡糊涂了吧？你们真的听不到吗？我用力咬紧嘴唇，眼泪急得都流了出来。小鹿和韩雪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崩溃了，用力地抓着头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
我打算跳下床寻找声源，笑声却戛然而止。卧室里又陷入了寂静，深深的无力感让我彻底绝望。难道我的精神真出现了问题？我抖着肩膀，把脸埋在腿间。别担心啊，乖乖闭上眼睛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韩雪贴心地哄我，我闭上眼睛，乖乖躺下。可诡异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三人同时睁开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彼此。时间定格在凌晨12点，一个陌生号码在屏幕上跳跃。我吞了一下口水，迟迟不敢接通，生怕电话里又是恐怖的笑声。小鹿和韩雪的脸色也很差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。电话始终没有挂断。韩雪皱了皱眉，按了接通键。你好，外卖，麻烦拿一下。女性外卖员的声音响起。我根本没订过外卖。巨大的恐惧感将我深深包围。我只负责按订单信息配送，订单信息显示了您的电话和地址。我仍抱着侥幸心理，打开外卖平台，看到订单记录后，我的心彻底坠入了谷底。你放门口吧。我对外卖员有气无力地说，订单是40分钟前下的，是我经常光顾的饭店。肯定是我手机的问题，它已经被斜碎附体。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是我精神出了问题。我冲下楼，将手机扔进垃圾桶。医生推断我可能最近压力太大，造成了记忆力混乱，给我开了安神的药。小鹿和韩雪因为害怕也各自回了家。被丢掉的手机又莫名其妙回到我家桌上，那诡异的笑声也常常在夜里响起。家里的物品长腿一般变换位置，我甚至开始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因为身体原因，我缺席了公考体检。妈妈担心我，想将我接回老家休养。在帮我收拾行李时，妈妈不慎将韩雪送给我的玩偶碰到地上，玩偶当即爆发出诡异的笑声，我吓得够呛，浑身哆嗦。妈妈却在玩偶里掏出一个微型智能音箱，这种音箱能够远程遥控，按操作者的指令发出声响。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，面色惨白地看着妈妈，嘴巴发干地说：“不会吧？”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报了警，警察的调查结果更是让我大跌眼镜。原来一切都是小鹿和韩雪搞的鬼，他们嫉妒我即将拥有公务员铁饭碗，就制造了一连串灵异事件。韩雪先是把玩偶当作礼物送给我，在吃饭时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我的手机，在我拨通电话时也是他在装神弄鬼。因为我对他们的信任，给过备用钥匙给他们，手机密码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设防，于是二人经常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。其实那晚的笑声他们也都听到了，只是故意吓我，让我掉进他们一步步设下的陷阱。我还是将二人告上法庭，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